原来在电影《海王一》中，竟还有这么多你没注意到的细节。细节一：电影的开头，在亚瑟老爸的家里有一颗水晶球，而在这颗水晶球的下方还垫着几本书。现在我们注意看，这最上面的一本叫《敦威治恐怖事件》，而之所以导演会选中这本书，是因为这本书的故事也是主要围绕一对有魔法的兄弟展开，其中一个也是更像正常人，而这个小孩的父亲和亚瑟的母亲一样，前妻也是失踪状态。这一切都和本部电影是那么贴合，并且这本书也是克苏鲁神话系列的一部分。在电影中，我们就能看到有很多克苏鲁元素。细节二：当小亚瑟在水族馆时，意外发现自己竟然有与鱼类交流的超能力，然而这一幕却被同学嘲笑说他竟然在和鱼对话。在正义联盟中，布鲁斯韦恩也说过类似的话。I hear you can talk to fish. 但实际上，海王亚瑟并不能与鱼类对话。准确点来说的话，他其实是在和鱼类进行心灵感应。细节三：当魅拉和亚瑟找到藏起来的船时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温子仁导演特意留下的一个彩蛋，那就是这个安娜贝尔娃娃，它是温子仁所导演的《招魂宇宙》系列的重要道具。细节四：在魅拉对奥姆发动偷袭时，他用魔法将奥姆身旁的海水给隔离开来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奥姆正在吐出肺里的海水，这是因为他必须先排干净肺部的水才能正常呼吸。此时他的肺里已经满是空气了，而等他再次进入水中时，我们就又能看到空气排出时的气泡。而要知道，这一系列画面都是由电脑特效合成的，这也体现出了导演的细节和严谨。细节五：在温子仁描绘的海洋世界中，我们能看到海底竟然有着瀑布，但其实这是合理的，因为不同区域的海水温度和密度都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一条分明的海域分界线。而在这些分界线处，低温度、高密度的海水下降，高温度、低密度的海水上升，从而形成了壮观的海底瀑布。而这也体现出了温子仁真的在《海王》这部电影上下足了功夫。细节六：在亚瑟寻找三叉戟的地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之上标明的海底的地形地貌，大陆上则是一片空白。这是因为绘制该地图的是亚特兰蒂斯人， Only the Highborns can breathe water as well as air. 他们不了解陆地，也基本不会去陆地，所以才有了魅拉错把玫瑰花当成食物的经典一幕。细节七：在《海王一》中，魅拉吃玫瑰花的这一幕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，但其实这一幕也是相当的有考究，因为在海洋中没法生活，所以他们平常的食物只能是其他鱼类或者植物。在他看着旁边的人都在饮食的时候，自然就把花也当成了食物。细节八：当黑蝠粪带着亚特兰蒂斯士兵追逐亚瑟和魅拉时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士兵跳下来时直接把房子都给压塌了。按理来说，一个正常人是远远达不到这种效果的，这其实都是因为这名士兵长期生活在海洋里，而我们知道水中本身就会有浮力，而海水的浮力比正常淡水要更大，所以他们平常在海洋中生活就要使出更大的下压力，这才会把房子给压塌。而后面跟随的士兵在看到这一幕后，也是立马做出了改变。细节九：在《海王一》的结尾彩蛋中，沈博士家中的一面墙上张贴着许多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新闻报纸，其中这个最显眼的海王究竟是谁，其实就还原了漫画里的场景。而在画面的右下角，我们能看到一张报纸的头版新闻为神奇女侠否认了与海王的约会，这里其实致敬了漫画闪点。漫画中闪电侠为了救母亲，无意间改变了历史，从而让神奇女侠与海王发生了一段过去。细节十：当海王和魅拉从海里走出来时，这里的背景音乐是说唱歌手皮普保罗为电影而写的歌，他的歌曲还曾被收录到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当中。